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的还是中日之间啊，最近两国这个风波跟争议啊。那么美国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是采取闭上关的一个态度哈，目前还没有及时的看到说有什么样一些介入或者是出手。但是呢，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日本安全政策专家一位叫做霍农，他就认为说呢，其实日方并不会出于保护台湾的理由而投入台海武装冲突。确实啊，每个国家都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跟安全、经济的利益受到影响才会有所动作。那么霍农也直言说，日本并不负有防卫台湾的责任，因此所谓对于日本构成生存威胁的情形，主要呢还是牵涉到美方跟美方之间的集体防御。而美国的军事报这个星条旗呢，则是指出，日本计划新建大约有130座的弹药库，大部分都位在日本的西南诸岛，主要是用来储存射程长达数千公里的远程飞弹。日经亚洲更进一步指出，等到未来加紧训练完成之后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啊还会把他们最新锐的 F-35隐身战机的这个机群呢派到西南诸岛去执行制空跟拦截的任务。那么在西南诸岛目前规划而且已经在进行的各项军事作战计划，如果我们从兵推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解放军实质上会产生的嚇阻效果，要如何来评估？我先请教黄老师。其实从这个安保3文件推出以后，还有刚刚接种也提了，就是日本一方面也受到美国的要求啦，就是要提升，所以日本增加国防支出是早在这个贸易战之前了。所以我觉得就推演来讲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些东西，真正要做好大概21大已经开完了。换一句话说，现在口说的要建构的所有的能量，包括西南诸岛，其实不用讲未来要建设，光现在的飞弹部署，基本上已经可以阻绝中国的人民海军的舰队从宫古那附近，就台湾北方要出去。所以你看这个解放军的军演基本上都在巴士海峡。事实上，宫古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美日安保同盟的那种铜墙铁壁，在西南诸岛基本上已经连起来。如果真的是事态严重的话，有可能会使用武力的话，我看出岛链的几率就不高了。除非你先出去，问题是先出去不一定回得来。所以我相信中国人民海军，包括中共中央军委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么，所以像刚刚说再加强防务，你现在再把中日关系搞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加强防务的动力会更强。所以中国大陆自己也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反作用它倒逼日本加强防务。所以目前看来，虽然从媒体的观点我看到最近这几天的一些分析都是说这个事态有逐渐升高，但是呢，相对来说的话，政府包括双方的政府都希望把这个事情慢慢的降下来温度，是这样子吗？接中老师，您觉得？我觉得刚刚你也特别提到日本，我觉得日本当然开始采取一些行动，包括高市首相21号在官邸接受访问，可能是就把原本7号的拟打稿重新拿出来念一遍。这个方面，我觉得就代表日本确实可能感觉到事态有点严重，所以他必须要开始做些转换。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现在就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新的声明、新的论述，让他可以交代得过去。而且我现在中国大陆虽然在武力的升级上，采取的比较是感觉上比较克制，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拉长，我有几个时间点也有点麻烦。第一个，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因为特别是这几天，中国大陆又有人挖出来说，高市首相在很早以前曾经针对南京大屠杀的，比如说遇害民众的数量提出一些这些质疑。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变成是说，到了这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北京方面是不是必须要做一些动作？而且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是高市会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现在安倍是2013年12月26号。突然之间跑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高市还去参拜靖国神社，那我觉得北京可能会被迫要采取比较大的动作。李总老师，那我请教，如果这个情势最后突然就急转直上，突然升高的话，
小规模的区域冲突有可能会发生吗？我觉得还不会，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针对性的大规模的一个演习。我觉得北京现在在看的就是说，他不想要这么快的先推出一个针对性的演习。主要的因素也是还是考虑到华府的态度，特别是我们知道现在北京跟华府之间在谈明年4月的国事访问，对，那你如果太早把这个局势弄得非常的紧张，甚至于导致可能中共跟日本军事冲突或发生军事意外，那基于美日安保，美国必须卷入，所以我觉得中国到现在的做法是，我先不去动这种计划那种非针对性的。计划性的大规模军演，然后这个方面就是，如果你日本真的在出现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说刺激北京的时候，比如说他真的又去这个靖国神社的话，那这个时候北京就可以把我升高局势的责任转嫁给东京，那这个时候他对于华府那边也就比较能够讲得过去，而且当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北京的做法会是。我适度的升高军事紧张关系，但是呢，如果这个责任可以相当程度转嫁给东京的话，对，他可能最后会诱使美方出面要求，因为美方可能为了避免卷入跟中国的军事冲突，反而美国会出面要求日本必须赶快让步。像2014年那个钓鱼台国有化的争议，之所以后来能落幕，最主要就是安倍跟奥巴马应该是在荷兰，曾经举行过一个密谈，那个密谈只有他们2个人加上翻译。然后在这个密谈结束之后，日本就马上派这个特使到北京去谈如何收尾。对，所以在当时的状况就是，奥巴马政府担心，如果双方在东海的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万一擦枪走火，美国会被迫卷入。那美国为了避免及早从危机中脱身，他可能会反过来要求东京，你必须做出让步。是，特别是第一个，你在讲这个话之前，可能没有先跟华府讲；第二个。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时间点上又去靖国神社，那我觉得华府也会认为东京方面可能必须要拿出更多的行动来让局势降温。对，所以现在有一个看法是说，美方就让这个子弹先飞一会儿让这个事情看看接下来怎么样，然后高市接下来的做法会是什么。那有一张高市的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很特别这个高市去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时候，媒体就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说首相的鞠躬向这个小池百合子鞠躬说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市他是一个他可以把态度放到很软的，但是呢，当他硬起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非常的硬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明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变化？我先说一下，我认为中共处理这件事情的动机，我非常同意刚刚2位的看法，不过我想补充2点。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无关。11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副总统肖美琴到欧洲去做了演讲，然后接着蔡英文去做了演讲。中共认为说，怎么你们跟欧洲关系突破了？这点我必须要警惕，因为这个从赖总统上台，我们有这么多国家来贺的时候呢，他们也开始警觉，觉得说对台湾的外交包围呢，好像千里之堤呢溃于蚁穴那种感觉，他觉得很担心。现在我们到欧洲去演讲了，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警讯，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大陆刚刚不是讲说内部有很多问题嘛，所以内部问题呢，一方面是压力，二方面它要转移的，它要转移的内部问题的。我知道我经济很差，我知道我失业很严重，我知道我整了这个很多文武官员，包括最近整了9名上将等等，大家心里是不满的，所以我必须要转移注意力。怎么转移注意力呢？最好就是打日本或打台湾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来的恰是时候。所以后来有一次人家问我说，其实某种意义来说呢，这个问题呢，习近平是高市的言论的受益者，因为他可以转移话题。我不是说他这个人可以完全转过去。但至少可以大家把这段时间的不满呢转到对外的问题上呢，这样可以轻很多。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刚讲说，他其实也想测试川普的决心。你刚刚不是说，美国方面要让子弹飞，然后刚才这个黄老师说，美国也蛮聪明的，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太早卷进去了，我也很麻烦。现在我看到事态的发展，我也先不表态。你们都知道，我才跟高市见过面，然后呢，我们在上面用英文讲话讲了很久。高市的英文也不错，我们也都知道。讲了很久，讲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但是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我们有点秘密协定，
但这个秘密协定，川普会担心说，你高市是不是把我们的秘密协定走得远了一点点？所以我看一下，过分解读了一点。对你过分解读了，我知道了，我讲说啊，你要的我什么都给你，你真的都会给吗？不会的啦，这叫空白支票，这东西是不能给的啦。他只是这样讲。当然，所以我刚刚讲说，中共方面想干什么？我想测试一下川普，你到底想帮他帮到什么地步？啊？那对中国来说，还有第3点担心，就是我怕骨牌效应。如果这事情我不狠狠干一下的话，大家都来的话，那我受不了的，这个不行的。所以你说展望呢？我想刚才我很同意建中兄这种看法哈。对东京来说呢，他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他希望说慢慢把事态平息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呢，我再看一看，因为我刚才这些考虑都在的话呢。我得把这些考虑都纳进来，然后我慢慢排一排。现在最重要就是第一呢，不要内部那些反弹情绪太强，我要这个内部要对日本要反弹，但这种反弹是在我党可控的情况下的反弹，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建东兄讲得很好，明年我们要跟川普见面了，可别把这件事情搞砸了。川普也想跟我见面，我也想跟他见面，所以咱们不要把这事搞砸。玩到一定程度，说不定我可以拿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筹码，这样去玩川普的，对不对？所以简单说就是，这张牌呢，我留在手里面慢慢玩，我不要一下把它打掉。那个当然，像有人说，北京现在在绕着弯的喊话，叫高市呢道歉跟辞职，他们觉得辞职很严重，其实，在民主国家看来，辞职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觉得啊，这建东兄比我清楚。你觉得美国有多少人希望这个川普辞职下台？你觉得40%以上，对不对？那美国辞职就辞职嘛，没什么了不起。但对中共来说很了不起。那反过来说，中国大陆只要有一个人要求习近平辞职，你觉得这个人会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中国把他自己的事情投射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发展啊，中共压日本，它会刚刚不是讲到这个反作用吗？他现在正在想要控制这个反作用，也就是你这样压的话，大家会同情日本，然后也会同情台湾，然后台湾当然同情日本，但日本对台湾这几年的感觉呢，感同身受哦，你们是这样过来的，把刚才这段话整理起来哈。现在中共对日本做这事情，对台湾都做过，禁水产啦，禁旅游啦，禁这禁那都做过了，只有一样没做。我派飞机、船舰包围你，然后对你包围打飞弹，这事我还没做。对啊，就这个事没做，这事当然不一定会做，因为这一做的话，等于我提前引爆美日安保，是我没有必要做这事儿，所以暂时不会。明老师刚刚讲了2个重点哈，一个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风波呢要如何来观察，可能要看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互动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很有趣的讲到说，高市是不是把川普的话真的把它当成话了哈？我跟你关系很好，但是关系真的有好到那种地步吗？我们等一下来聊俄乌。也许就可以知道一些答案。马上回来。